26岁姑娘确诊血癌，无任何症状。医生，这件事一定要做。小张扶着母亲在医院的走廊上，边走边问：妈，您感觉怎么样？胃还难受吗？母亲点点头，还是有点不舒服。这几天老反胃。两人来到消化科门口，小张突然想起，我年初体检的时候，白细胞偏高，这次顺便去血液科看看吧。几分钟后，小张坐在血液科的诊室里，医生看了看他的体检报告，说道：你的白细胞数量异常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包括骨髓穿刺和基因检测。1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递给他一张报告，你确诊为慢性髓性白血病。小张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可是我一直没有任何不适，怎么会这样？一次意外的医院之行。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早晨，26岁的小张和他的母亲一起前往医院。小张的母亲近来经常感到胃酸反胃，决定到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小张作为一名杭州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平日里的工作压力并不小，但他总是设法抽时间照顾母亲。在医院的候诊室，小张坐在旁边轻轻翻阅着母亲的病历，心中不免有些焦虑。他的母亲靠在轮椅上，偶尔抬头望向医院的长廊，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安。小张尽力用微笑安抚她，尽管自己也有些不安。小张询问前来接待他们的医生：张医生，我母亲这种情况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先做一个上腹部彩超，再来一次胃镜检查，看看具体情况。医生回答后，指引他们向检查室走去。在等待的过程中，小张想起了自己几个月前的体检结果。那时候，他的血常规报告显示白细胞略高，但由于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他并没有深入检查。眼下既然来到了医院，他决定趁机咨询一下。小张走到血液科的门诊窗口，递上自己的体检报告。护士姐姐，能帮我安排一个血液科的医生看看这个吗？我有些担心。护士认真查看了报告，随即点头。我帮你预约一下医生，他是我们血液科的权威，你稍等一会儿。不久，小张被引导至医生的诊室，医生仔细审视了他的报告，然后看着小张，眉头微微皱起。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疲劳，或者有其他不适？小张回答：没有医生，我感觉还可以。医生详细解释了接下来的步骤。根据你的报告，你的白细胞计数高于正常值，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骨髓穿刺和一些基因检测。几天后，小张按照医嘱进行了骨髓穿刺和基因检测，虽然过程有些不适，但他坚强地承受了下来，心中只希望不要有什么严重的问题。1周后，小张再次坐在医生的诊室内，紧张地等待着检测结果。医生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说：小张，结果出来了，你确诊为慢性髓性白血病，这是一种慢性血液病，也被称作是血液中的癌症，但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进行控制。听到诊断结果，小张的心沉了一下。白血病？我怎么就白血病了？但很快医生详细说明了靶向药物的作用，以及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得知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小张回家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家人。尽管开始时家里人都很震惊，但在小张的解释下，他们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并表示会全力支持小张的治疗。顽疾之下的希望光芒。在确诊慢性髓性白血病之后，小张的日常生活带上了新的篇章。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定期回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监控。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一条未知且充满挑战的道路。小张的治疗计划由周医生负责。周医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血液病专家，对待患者既严格又充满同情心。在小张的第一次治疗咨询会上，周医生详细解释了慢性髓性白血病的病理机制及其治疗方法。小张，这种白血病是由于骨髓中某些细胞的遗传突变造成的，这会导致白细胞异常增多。我们将使用靶向药物，这类药物能够精确攻击那些异常细胞，帮助控制病情。周医生一边解释，一边观察着小张的反应。周医生接着说，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治疗白血病的最有效方法，多数患者能够通过此方法达到长期的疾病控制。在得知靶向药物的昂贵费用后，小张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记得曾经看过的电影中的患者为了这些药物费尽心思，
他小心翼翼地问医生，这个药会不会很贵？医生立刻察觉到了小张的担忧，他安抚道，不用过于担心，现在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这些药物已经被纳入医保，国产药物的出现也使得价格更加亲民，你可以负担得起。小张听后稍感安心，他按照医嘱开始了药物治疗，每天按时服用药物成了他新的日常。在疗程开始的1个月后，小张按时回医院进行复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常规已经恢复正常，这一消息让他和他的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安慰。然而，周医生在看到检查结果的同时，再次提醒小张，治疗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我们不能有任何懈怠，必须持续用药并且定期复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病情不会复发。在随后的复诊中，周医生经常向小张展示数据和图表，解释药物如何在他体内工作，以及为什么持续治疗是必要的。周医生的专业和细心让小张对治疗充满了信心。小张也在医院的候诊室里遇到了其他白血病患者，在交流中，他了解到很多人都是在没有明显症状时通过体检发现病情的，他们彼此分享经验，互相鼓励，这让小张感到并不孤单。通过这一连串的医疗体验，小张逐渐适应了与疾病共存的生活。他知道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所有挑战，不会让这个病症定义他的生活。在医生和家人的支持下，他重新获得了希望，并决心继续他的工作，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白血病的静默信号与预防之道。白血病，尤其是慢性髓性白血病慢粒，常被描述为一种静默的杀手，因为在早期阶段，它往往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这种疾病属于慢性血液疾病，通常是由于骨髓中的干细胞发生基因突变而引起的，正是这种基因变异导致了白细胞的异常增多，从而破坏了血液的正常功能。血常规检查的重要性。对于慢性白血病而言，常规的血液检查是发现问题的第一步。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血液检查能够帮助医生观察到白细胞计数的异常。血常规不仅可以反映出白细胞的数量，还能显示红细胞和血小板的情况，这些都是判断血液健康的重要指标。白细胞计数的异常，在慢粒的背景下，白细胞计数通常会高于正常水平。这一指标的异常上升，特别是当伴随粒细胞增多时，可能是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一个早期信号。这种持续的高水平需要进一步的诊断确认，例如通过骨髓穿刺和基因检测来评估疾病的性质和阶段。基因检测在诊断中的作用，对于慢粒患者来说，特定的基因检测尤为重要。BCR-ABL 融合基因是慢粒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种基因的出现是由染色体的异常交换导致的。检测到这一基因的存在，不仅可以确认诊断，还能帮助医生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靶向治疗的进展。靶向治疗已成为慢粒治疗的核心。通过专门设计的药物，可以精确地靶向并抑制异常细胞的生长。这类药物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慢粒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随着医保的支持和国产药物的普及，这种治疗变得更加可行和经济。持续监控的必要性。即使在病情得到控制后，持续的医疗监控仍然是必要的。定期的血常规检查和基因水平监测可以帮助医生评估病情是否有复发的迹象，确保患者的治疗方案能够及时调整，以应对任何变化。通过以上这些重点，我们可以看到，慢性髓性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不仅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和持续关注。这种疾病虽然难以察觉，但通过现代医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被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使得患者能够继续过上接近正常的生活。结语：小张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健康管理的警钟，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他幸运地通过一次常规检查发现了潜在的危险，这也充分说明了定期体检和早期检测的重要性。慢性髓性白血病虽被称为静默的杀手，但通过及时的诊断和科学的靶向治疗，绝大多数患者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维持正常生活。这一切都离不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医保政策的支持。然而，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疾病往往隐藏在我们不易察觉的角落。保持定期检查和对身体信号的敏感，
可能是我们与潜在危险搏斗的最佳方式。面对健康，不容忽视任何一个异常指标，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因为它可能就是生死攸关的关键。小张的故事正是对每一个人最大的警示与启示。